你相信生死有命吗？湖南一壮年男子预言自己即将死亡，几天后他竟然真的离奇死去，连死法都与他所说的一致。有人认为他可能是看到了地府名单，难不成点鬼部真的存在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这是发生在湖南长沙丁字镇的一个故事，主人公名叫佘德清，当时43岁，正值壮年，平时靠在工地上打工养活一家人。有一天，佘德清神色慌张地回到家中，说自己马上要死了。一家人看他紧张兮兮的样子，也不像开玩笑，就问他原因，但佘德清却什么也没说。虽然没有得到答案，但妻子肖月明却注意到，说完这句话后，佘德清行为变得十分怪异，他经常躲在阴暗角落中，浑身发抖，一有奇怪的动静就吓得尖叫，似乎在躲避什么东西，害怕被抓到。肖月明见状，就将房门关上，然后又上了锁。她告诉丈夫，上了锁你就安全了，没人能进来了。房门上锁后，佘德清果然安静了一会儿，但很快他又狂躁起来，他疯狂地敲打门锁，将房门砸开后，直愣愣地冲了出去。好一会儿，家人们才将其拉了回来。此时一家人都慌乱起来，一直健健康康的佘德清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经过反复询问，他们终于从佘德清口中得到答案。原来他是在害怕，因为他看到邻居一嗲拿着棒子打死了他。虽然得到了答案，但一家人更疑惑了。一嗲是他们的邻居，真名叫易振林，两家平时经常碰到，关系还算可以。而如今佘德清明明好好的，为何说易振林会打死他，甚至连打死他的方式都说得一清二楚呢？就在大家纳闷的时候，佘德清突然喊着要给易振林送1万块钱，希望和易振林和解，让他放过自己。肖月明认为这里面一定有秘密，于是反复询问，才知道佘德清和易振林因为修路的鹅卵石发生了一点小矛盾。肖月明随后去易振林家里说了这件事儿，易振林也十分惊讶，因为他根本没把这件事儿放心上，也不清楚佘德清为何如此害怕。回到家后，肖月明告诉丈夫，他已经把事情解决了。佘德清听后也放松下来，似乎一切都过去了。然而到了晚上，佘德清突然起身，拿着木棍跑到另一个邻居家里。虽然他只是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地扬起木棍，并没有真的伤人，但也把邻居吓得不轻。肖月明来到后，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佘德清带回家。佘德清到家后表示自己已经好了，再也不会跑了。肖月明这才放心睡去。没想到刚睡着没多久，她又听到了动静，一起身，丈夫又不见了。这一次她是在易振林家中找到的佘德清，易振林一家也被闹得鸡飞狗跳。肖月明将丈夫带回家，本想着将他送去医院看看，没想到还没出门，佘德清就倒地不起，竟然真的一命呜呼了。佘德清刚说完自己马上要死，这24小时还不到，竟然真的应验。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提前预知自己的死亡？奇怪的是，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怪事，就连西方一个顶级科学家也曾精准预言了自己的死期，并且他们都不是死于自杀。前面讲到，湖南丁字镇的佘德清预言自己即将死亡，不到24小时，这一预言就得以应验。当时佘德清告诉妻子，自己会被邻居易振林用棍子打死。而在佘德清死亡后，医生的鉴定结果也表明，佘德清是脑后遭遇钝器打击而亡。对于这一结果，易振林一家十分委屈，他们表示佘德清砸坏他们家的大门，强行闯入后对着他们疯狂攻击。后来佘德清站立不稳，自己摔倒后碰到了墙角，这才是他死亡的原因。佘德清的死亡由于过于离奇，在小镇上传得沸沸扬扬。医学给出的解释是，佘德清患上了被害妄想症，但却并不被人们相信。有人认为佘德清是中邪了，也有人认为佘德清应该是看到了生死簿，所以才能精准预测自己的死亡。显然后面这一说法过于玄学了，而且从整个故事的确可以看出是他自己一步步主导的结果。不过预见自己死亡这件事儿在历史上的确时有发生。18世纪天才科学家史维登堡就是一个预言了自己死亡时间的神人。史维登堡是历史上的一大全才，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只不过在中年时期，史维登堡突然放弃科学，转而研究神学，让人们十分不解。在几十年对神学的研究中，史维登堡声称自己能看到天堂和灵界，并出版了《灵界见闻录》这本书。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史维登堡精神出了问题，但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很多人
人相信史威登堡可能确实拥有了非同一般的能力。比如在1759年7月的一天，史威登堡在哥德堡市的朋友家中做客，众人在吃饭的时候，史威登堡突然告诉大家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大火，大火快烧到他的房子了。众人听后觉得史威登堡是在开玩笑，但几天后，斯德哥尔摩大火的消息传了过来，此时人们才相信史威登堡真的拥有神奇能力。再比如1772年，史威登堡给英国神父卫斯理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表示，我知道你很想和我见面，我也很想见你，我们是否要见上一面呢？卫斯理收到信后十分震惊，他的确想要见一见史威登堡，但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。史威登堡是如何知道的呢？卫斯理马上回信表示，6月份他正好路过史威登堡所在的城市，那时候正好可以见面。然而史威登堡却表示那时候太晚了，因为他在3月29日就会离开这个世界。卫斯理其实并不相信这件事，但让人震惊的是，史威登堡竟然真的在3月29日去世，而史威登堡的仆人也证实，主人的确做过这个预言。除了史威登堡，在我国古代也有预见死亡事件的记载，甚至还有预见群体死亡的记载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人的生与死真的早已成定数，为何有人能预言自己的死期？最离奇的是，一场大火的幸存者回忆，当时他听到了不知从哪里传出的点名的声音，难不成点鬼部真的存在？在光绪元年，我国境内发生大面积干旱灾害，持续数年之久，被称为丁戊奇荒。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表示，这是数百年不见的大灾难，上千万人因这一灾难死亡，2000多万人背井离乡逃往外地。当时在天津城，政府设置了保生粥厂，用来赈济灾民，同时他们还设置了保生所女厂，专门用于接纳女子和孩子。无数逃荒而来的人聚集在这里，争取一线活命的机会。然而在某天晚上，保生所女厂突然发生大火，火借风势迅速蔓延，2000多人尽皆被烧死，只有300-400人幸免于难。据生存者描述，在大火发生之前，曾有人听到点名的声音，当时大家以为或许是官府派人来送棉衣和食物，但当他们出去查看的时候，却发现外面空无一人。这件事过去没多久，大火就降临了，人们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，上千人就这样死在大火之中。后来有民间传闻，当时的点名或许真的存在，但那并非官府的人在点名，而是地府中的鬼差在点名。他们依据点鬼部的名单带走那些已经注定要死的人。说到点鬼部，很多人或许会想到《西游记》中的生死簿，人类的出生和死亡都在生死簿上标明了时间，而点鬼部和生死簿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不过点鬼部的作用是方便鬼差到阳间拿人。那么如果真有点鬼部，那么这份名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制定的呢？就比如保生所女厂的这1000多号人，他们大都是女人，还有很多孩子，他们又没有做什么邪恶之事，为何要遭遇如此恐怖的劫难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《绝缘笔记》中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思路。在清朝晚清的宁远府，有一个两袖清风、一身正气的好官，他的名字叫牛树梅。牛知府在当地极受爱戴，做出了很多政绩。后来有一天，当地发生地震，无数百姓死于非命，牛知府的爱子也在地震中死去，而他本人也因为这场地震伤了脚踝。牛知府见到地震后凄惨的一幕，内心十分愤怒，他提笔就开始撰写文章，准备质问地府神灵。他想问问这些神灵为何要发动这等灾难，为何不保护城中居民？难道城中的百姓都是恶人，而自己一生为民请命，从没有做过愧于心的事情，为何也要遭此劫难？这让人们还如何相信神明？牛知府本是义愤之举，没想到晚上竟真的梦到了城隍神，并得到了答案。城隍神表示，凡是浩劫之城都是积孽所致，城中大部分人都是有罪之人，为了将有罪之人安排到一起，地府已经做了数十年的工作，而那些无罪之人自然可以在地震中幸存。至于有些人看起来善良，却也遭遇不测，这是因为他们在前世的罪孽需要在这一世偿还。就比如牛知府你自己在前世也是罪恶累累，如果不是这一世积累了太多福报，必然也不会只是伤了脚踝。此时牛知府才明悟，原来这就是鬼神之道，这才是善恶之报。当然，这些故事许多都有民间传闻添油加醋的成分，并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明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。我们唯一能确定的，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对生命的预警，就来自我们的身体。坏的生活习惯，身体功能出现问题，身体都会发出警告。相比玄学解释，自己身体的反馈显然更加真实可靠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
评论区留言。